果然是你们忠义社这帮反贼！给我拿下！上！听说你打回来了，我们受了10多年的苦，终于到头了。是啊，爷爷。今天，我们全镇上下所有的男丁都来了，听候月爷使唤。对，听候月爷使唤，听候月爷使唤。乡亲们，我谢谢大家了。
有大家这么一句话，咱们军民一心，一定会把中原收回来。军民一心，收回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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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军民一心，朝廷金字牌起立，圣旨到，岳飞接旨。看来这一天还是到了。皇上的班师令，兵部机动，拓制班师。岳飞接旨。岳飞接旨。岳飞，这金牌你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。见金牌如见圣面，若再迟延，即是违逆圣旨，力斩不赦。我先斩了你这狗官！刘霸，放开我！让我杀了他！刘霸，你冷静啊，刘霸！我要宰了他！住手！送我一个！小云子，小云子，回来！放开我！冷静点！狗屁大事！大事都被这些奸臣给搞砸了！班师令我已经带到，岳元帅是去是留，是攻是撤，是南下受封领赏，还是抗命北上，就由你自己决定吧。告辞。元帅，不能退兵！元帅，元帅，
大哥，皇上下的不是1道，是12道。啊！是我对不起岳大哥，没能把最后1道金牌接住。报元帅，张俊大军已因拔营班师。报元帅，韩世忠大军已拔营班师。这是韩帅亲笔信，请大帅过目。退兵一事，非你我所愿，然皇命不可违，还望元帅奉诏退兵，留得青山，相忍为国，切勿动心率性，以乱大谋。我还得到一个消息，朝廷现在已经断了岳家军的粮草。更严重的是，张军已率3万人马调转枪头，只要岳家军不退兵，他们随时准备跟晋人前后夹击。这王八羔子，金人打不退，他反倒回过头来打我们。好得很！既然朝廷这么对咱们，咱们索性就反了。张俊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老子不信打不过他。怎么样？你们干不干？好，既然都到这个份上了，牛叔我跟你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打仗粮草最重要，朝廷不干了，咱们吃什么？喝什么？王贵，牛叔，你是不是被北蛮子吓破胆了？只要我们攻进汴京城，什么事可没有啊？我王贵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大哥说的，我二话不说。贵叔，牛叔，爹，你说过，国之兴起，在文官不贪财，武将不惜死。现在就是不惜死的时候了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，我就不信杀不出条血路来。就是死了，我也不这么窝囊的回去。元儿，你糊涂啊！我问你，我们带兵打仗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天下百姓的安居乐业。如果我们打了，前有金兵堵截，后有宋兵围剿，我们兄弟部队自相残杀，谁得益？朝廷奸臣，谁得利？今日谁受苦？天下的百姓。这样只会引起更大的内乱，更大的浩劫。可我就是不甘心呐！你一个人痛快了，那天下呢？把我杀了吧，我不回去。对，
我死也不回去。要死就战死在沙场上。住口！我的命令你们也不听了吗？都回营帐！没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出来。岳大哥，大哥，元帅！大哥，兄弟几个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帐内了。你放心，没有你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敢轻举妄动的。岳大哥，吃点东西吧。你一连好几日都没吃东西了，这人终究不是铁打的。你要是真的病倒了，岳家军的兄弟怎么办呀？还有这么多的百姓，可都等着你呢。天下事当如何？全凭岳帅智儿。岳大哥，现在民心所向，所有的江湖人士都剑拔弩张，就等岳大哥你一声令下了。10年之功，废于一旦。所得州郡，一朝全休。社稷江山，何以中兴？乾坤世界，无以再复。张显，我们在这里再多逗留5日，佯作过河，保护百姓南迁。是。大哥，百姓都已经走了，
现在的诛仙阵已经是一座空城了。好啊，我们也该走了。打到边境了！我梦到我们打到边境了，所有的百姓都出来迎接我们，感谢我们呐！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每一个都当我们是救命恩人。大家哭啊，笑啊，笑啊。后来我们哥几个兄弟们又回到樊楼喝酒了，那个痛快啊！这辈子，咱们兄弟们还能回樊楼和女儿红吗？还能回去和女儿红吗？大哥。
起来！起来！大哥，再往前走，我们就离开朱仙镇地界了。皇上，张俊将军和韩世忠将军已经回到临安，等候皇上的召见。岳飞呢？估计应该在路上了吧。皇上，臣不知您因何叹气。朕在想，这次是把3员大将都召回来了，人是回来了，心却没回来。尤其是岳飞，他天天想着要北伐，没准哪一天他又吵着嚷着要把北方故土收回来。皇上，他的心为什么还没有回来？那是因为他手中还握有兵权。若想真正有西割之期，就得罢了他的兵权。解除了他的兵权之后，就算他有心，也是无力了。解除兵权，哪有那么容易？皇上，您可记得太祖皇帝的那一出杯酒释兵权？岳太尉到，快请。参见皇上。爱卿平身。你们全都退下。岳爱卿啊，你连年征战，饱经沧桑，朕知道你心里一定责怪朕，为什么在大好形势之下，让你班师回朝？是。曾几何时，金人铁浮屠拐子马，屠刀所指3军胆寒。而今我军连战连胜，
金人闻风丧胆，正是轻取中原的最好时机。你说的没错，可你知道吗？打一场仗，要增加多少赋税，消耗多少银两，百姓要增添多少负担吗？没错，现在是一片大好的形势，郾城、颍城、诛仙阵连连大捷，确实大快人心呐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才可以获得谈判的先机。现在就是我们和金人议和的最佳时机，爱卿的辛苦没有白费。先战后和，获取谈判筹码，是为上策；不战而和，南面称臣纳贡，是为中策；只战不和，必定生灵涂炭，国库空虚，民不聊生，那是下之策。岳飞，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，这道理你要懂啊。臣只知道止戈为武，动武并不是因为好战，而是要停止兵戈之乱。金人和战战，根本就没有定数。等到他日战火重燃之时，难道不是生灵涂炭，国库虚空，天下难安吗？皇上，你心中若是真有百姓，就不应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议和不过是皇上偏安一隅，做个江南国主的借口罢了。岳飞，今日你以下犯上之罪，朕暂且记下。太祖有言道：犯无法者，唯有剑耳。他日再犯，朕和你就没有再做君臣的余地了。谢皇上。三位爱卿，你们辛苦了。来，朕在这里敬大家一杯。这一仗，金人可是切切实实感受到我们大宋的兵力了，朕深感欣慰呀。为了答谢各位将军的功劳，良田屋宅、金银玉帛，定是不会少了大家的。承蒙皇上厚爱。只要是有功之臣，皇上绝不会亏待了大家。想想宋金两兵交战，双入10余载，也该到了止战息戈的时候了。哎，末将惭愧啊！哦，何愧之有啊？若不是行军打仗，处处掣肘，恐怕我们一早就把金人赶回去了。哦，张将军的掣肘是那些地方官不给面子。前日领军去领军粮，结果得到的答案是置之不理。后来又去了一趟，得到的结果还是置之不理。
真有此事吗？臣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。皇上，此事倒也好办，不如给3位大将军挂个职衔，那就可以指挥地方官了。好，秦桧，你为朕拟道旨意，封张俊、韩世忠为枢密使，封岳飞为枢密副使。臣遵旨。臣谢谢主官。皇上知人善任，以后大家同心同德，共建大业。哦，对了，诸位可知道宣抚制的规矩吗？败于新职，就应该卸去旧职。属下明白，我会交出我所有的兵马，供御前使唤。皇上的意思是，要我们交出兵权。人生在世，如同白驹过隙，不过只是为了寻求荣华富贵，享受安乐罢了。你们驰骋沙场，抗敌卫国，朕要为你们做打算。不如交出兵权，去当个官，购置些良田美宅，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份产业，自己也可以日日享天伦，快活地过一辈子。这不是很好吗？皇上，臣未能完成皇上的中兴大业，甚感羞愧，请皇上准臣告老还乡。你要告老还乡？岳飞，你这么做可是伤了皇上的心呢，你想清楚没有啊？啊？我泱泱大宋，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奸臣贼子沆瀣一气，误国误民。你虽然没有上过战场，但是你的双手却沾满了鲜血，你就是我大宋的刽子手。皇上，臣已别无所求，请准臣告老还乡。哎呦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啊，这都快急死我老牛了！这皇上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呀？今天是我最后一天担任岳家军的统帅。啊！从今往后，大宋再无岳家军，军权交由张宪号令。大哥，快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大哥，皇上是不是革了你的职啊？不，皇上升了我的职，升我为枢密副使，官居正一品。
枢密副使，这就是个闲职啊！这摆明了是想收了大哥的兵权呀！皇上难道就不怕敌人再打过来吗？皇上心里的算盘是：晋人打来，可以进贡，可以议和。不管怎么样，江南国主的位置还是可以保住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武将一旦谋反的话，他可就别无选择，只能成为庶民了。岂有此理！皇上只顾自己的皇位，难道不顾及天下百姓的安危吗？我们的皇上如果能够顾及天下百姓的安危，今天的大宋也不至于沦落到如此的地步。兄弟们，你们和我一起浴血奋战10余载，杀过金人，打过匪寇，感激的话都在心里面。聚散任由天，来，我们好聚好散。我敬大家一杯。大哥，都是大老爷们儿，别扭扭捏捏的。咱们的话怎么说来着？是豪杰必有真情，大丈夫岂无酒量？对，为了豪杰跟大丈夫们，干了！好，是豪杰必有真情，大丈夫岂无酒量？干！兄弟们，保重！大哥，是这样。起来，快起来，快！里面还藏着好几根呢，您别动，我给您拽出来。别拔了，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白头。咱们在昭关都待了10几年了，也不过白了这么几根。看来咱们比伍子胥要结实的多了。人家李白说了：“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”皇上怎么就不读这首诗呢？
再等下去，咱们都变成雪人了。皇上的这首诗，必然是一读再读。无奈上有清明之高天，下有露水之波澜。天长路远，魂飞骨，梦魂不到，关山难。长相思，寸心根。青娃，把这个药给娘娘煎上啊！快去。好。有什么消息，说吧。啊，惠太后，刚才在外面听金人议论说，岳飞已经在朱仙镇布下了1字长蛇阵，准备和四太子决一死战。据当地人说，这一仗很可能把四太子赶出相州。不是已经过了河了吗？岂止是过了河，岳飞还打算痛饮黄龙呢。那离咱们这儿就不远了，是吗？可是岳将军已经班师回朝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过了朱仙镇，再过边境，过黄河，过相州，就离咱们不远了。为什么还要班师回去呢？因为皇上一连给了他12道金牌，催他回朝议事。12道金牌让他回去。皇上把岳帅召回临安，罢除了他的兵权，解散了他的岳家军，还给了他一个闲差，枢密副使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岳帅召回临安，罢除了他的兵权，解散了他的岳家军，还给了他一个闲差，枢密副使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皇上有这么糊涂。也许是如此聪明吧。你这是话中有话。皇上四周都是聪明人，怎么会糊涂呢？事到如今，南朝还有聪明之人吗？有，最聪明的莫过于太后向皇上推荐的御史秦桧。小的该称他是秦相国。昔日秦桧确有其心，也确有其才。造谣言的是他，泄机密的是他，谈和议的是他，扣粮饷的是他，远君子用小人的是他，12道金牌追回岳元帅的也是他。他的心就是离间南朝君臣争分兴宋之心呢。他的才就是操纵文武百官敛财吝死之财呀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些都是秦桧的所作所为呢？南朝的百姓个个知道，只有太后您不知道。这么说，是哀家见人见错了，哀家才是动摇国本的罪魁祸首。小的不敢
小的不敢放肆，不敢这么想啊。月河，笔墨此何？我要写信，革掉秦桧的职。你想法子送到临安，面呈皇上。太后，如今秦相国只手遮天，把持朝政，太后的信函恐怕还没进宫，就已经被烧了。一念之差，铸成千古遗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家平身。宋朝来使提出合议，诸位认为如何啊？打了10年了，我大金万千勇士丧命沙场，最后呢还是打不过人家。照我说，早该和议了。那咱们提出什么条件呢？让宋人每年向咱们纳银25万两，绢20万匹，这样就够了。毕竟是咱们打败了，我怕条件再多，宋人不肯答应啊。哼，还好先皇深谋远虑，早有安排，不然岳飞怎可能会退？所以何意不需要担心。乌棱四毛，你也说句话。赔款还不够，让宋人割地给我们。乌珠，你也说句话。一切条件由皇上定夺。你们说的都很重要，这些话要让宋使带回去。还有，要定下来两方的关系，让宋朝向大金称臣，由大金册封宋朝的皇帝。不过还有一件事，是一切条件之首。如果宋朝不答应，何意免谈。请皇上明示。必杀非，史可和。臣秦桧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还在生岳飞的气？能不气吗？这个岳飞越来越不把朕放在眼里了。皇上要保重龙体呀。爱卿此来有何事啊？皇上，今人送来了一封国书，请皇上过目。不看了，不看了。今人这次想要黄金还是白银，直接告诉朕就是了。是。皇上，金人不要金不要银，他们要一条人命。命？谁的命啊？岳飞。金人在国书上说：“必杀非，史可和。”此事还请皇上圣裁。金人怕的就是岳飞啊！朕要是真的杀了岳飞，岂不自毁长城啊？
今非昔比，实属强弩之末。微臣力主和议，不是担心千里之外的金人，而是担心昼夜之间的岳飞呀。若不杀岳飞，岳飞必反。都说岳飞必反，岳飞必反。到底他做了什么事？朕要杀他。朕若是杀了他，就是一个大昏君，会被千秋万世唾骂的。皇上，如果金人再动干戈，岳飞趁此机会再度北伐，该如何是好？一旦他岳家军真的直捣黄龙，救回钦宗皇帝，那皇上您往哪儿搁？更让臣不敢设想的是，若岳飞果真灭了大金，收复了中原，届时岳飞权高位重，他会不会谋反？岳飞还没死呢，生死已经建立。一个武将居然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，为了皇上，微臣真的是寝食难安呢。不错，岳飞有时是比较执拗一些，但以他的为人，他是不会反的。皇上，就算岳飞他的品格可以相信，那些仰慕他的人呢？若他们强加黄袍在身，岳飞会如何？想当年，周世祖柴荣在世时，太祖爷是何等的忠心耿耿，何等的鞠躬尽瘁，万死不辞地为皇帝效力。可老皇帝刚刚离世，后周天下不就马上变成了赵家江山了吗？岳飞怎可以和太祖爷相比？皇上训示的是。那你认为此事如何处置？如今人所说，必杀非，实可和。更何况，金人答应，只要年前杀了岳飞，年后皇上就可与太后团聚。所言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岳飞对于社稷立下许多大功，如若朕真的杀了他，岂不是要成为千古昏君了？到时候满朝文武、黎民百姓都会知道朕为了一己之力而杀害忠良。皇上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这就要看皇上想要鱼还是熊掌了。朕两者都要。
时间过得真快啊！不知不觉，你娘也走了快6年了。爹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你问吧。为什么娘走了这么多年，你都一直没有续弦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会比你娘更好了。以前，娘总是逼着我学琴，不让我碰鼓，说是一轮鼓声战士起。你娘说的没错。以前我不太明白，后来我慢慢懂了。我希望天下永远没有战士。为什么？爹是一员武将。每当打仗，我就看不到爹了。虽然爹您不断地受到朝廷的封赏，可是我总觉得很害怕。你怕什么？爹的官越做越大，责任也越来越重。一个人的心只有这么大，装了太多国家的事，就装不下我了。这些年，我最害怕2件事，一件是传来战败的消息，我怕我会看不到爹，再也看不到了。那另外一件呢？打我记事以来，每一个节日，您和娘都不在我的身边，不管是春节、上元节、中秋节，看着别人家热热闹闹的，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的。皇上，枢密使韩大人求见。宣。遵旨。宣枢密使韩大人觐见。老臣韩世忠叩见皇上。韩大人，快快请起。谢皇上。赐座。谢皇上。韩大人，这一次回了临安，见到家小可都好啊？多谢皇上关心。家小一切都很好。那就好啊。这些年，承蒙皇上厚爱，老臣战功未立，却不断受到皇上的错爱，加官进爵，封田赏地，老臣受之有愧呀。哎，这是哪里话？如若当年的苗刘兵变，没有你韩世忠，哪有朕呢？皇上，眼下国事不济，大宋未兴，老夫恨不得统领千兵，决胜千里，为光复大宋流尽最后一滴血。只可惜啊，老夫年事已高，体弱多病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所以恳请皇上准许老夫复归故里，安享晚年。韩帅一片忠肝义胆，为国
效命30载。你若离开，朕真是舍不得啊。不过，既然已经开了口，朕若是不批准，朕这个皇上实在是不近人情啊。好吧，朕准了。多谢皇上，皇上圣明。安帅啊，朕真的很高兴，能看到爱卿你安度晚年啊。多谢皇上成全。叶芳，爹，您回来啦？啊，回来了。爹，坐。啊。爹，累了吧？先喝口茶吧。叶芳，整理行囊，我们回老家去。啊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已经跟皇上告老还乡了。真的？您不走了？再也不走了？来，再也不走了。爹要一直陪在你的身边，爹还要亲眼看着你去嫁人呢。爹，好，那我这就去收拾。去吧。岳飞已经从江州回到庐山了。他这个人一闲下来就想着闹事，所以我们一定不可让他闲着。希儿，在，吩咐下去。关于岳飞，他召集过什么人，说过什么话，干过什么事，到过什么地方，都要一一查清楚，上报相国府。知道了。今日请大家来，是要商议一下岳飞一案。何大人，你作为御史中丞怎么看？下官不知岳飞是何罪名。谋反。那罪状是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岳飞名望甚高，若要定他的罪，还得拿真凭实据说话，不然难平民心。就连他身边的大将们，也不会善罢甘休。何大人所言极是，所以今日我们要把岳飞的罪状数一数，列表说明，上奏预览。我们不可冤枉忠臣，也不可放过乱党。依微臣看，如果说要罗列岳飞的罪证，那就该从哪一年哪一任开始算起。如果太过鸡零狗碎的，
皇上也不耐烦看，也显得我们太过故意营造，参上去也不好看呐。若是要从头说起的话，建炎元年，他越级上书，诽谤大臣，仅仅是这一条就已经是死罪。他又在北岸新乡与统帅王彦失和，引兵自遁，阵前当斩。建炎3年，岳飞不从留守使杜充的指挥，力阻决河剿敌，论罪也离不开一个斩字。可是像这些罪状为时久远，皇上已没了印象。我看还是以就近3、5年之内的抗命案件为先的好。小的以为，今人犯淮南，皇上亲札指挥，前后15次，下旨要岳飞策应战事，而岳飞坐观胜负，拥兵不进，大宋律临军征讨，及其3日者斩。更何况降至15次，岳家军才开拔应战，就这一状，便让他吞噬不下了。好，这个好。苗刘兵变以来，皇上一直都是心有余悸。岳飞不听指挥，那皇上怎么会给他机会变成下一个苗阜或者是刘正彦呢？还有什么？微臣知道，他岳飞在被罢权之后，曾写了几个字给张宪，叫张宪错字别作薄话。这里面包藏祸心，用意明显，别作薄话。如何之别？如何之作？如何之薄？如何之话？这里面寓意很深呐。什么错字别作薄话？他们分明就是聚众谋反，按大宋律谋叛剿。不但张宪可以剿，岳飞也可以剿。就凭几纸行文就能定岳飞的谋反之罪吗？要办岳飞，必须要先办张宪、岳云、王贵。只要这3张王牌在我们手里，还怕扳不倒岳飞？要想拿到岳飞的罪证，那就应该找他身边最亲近的人。他们几个肝胆相照，要从他们的嘴里套话，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呢。我现在心中已经有了人选。哦，谁？王贵。他跟岳飞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是最深的。就因为感情深，所以他心中才有恨。你想想，这些年岳家军里面的大将，有几个是春风得意、受重用的？不是他王贵，是张宪。你说他这心里能没恨吗？之前在牛头山，他就差点被岳飞砍了脑袋，还是靠大家一再求情，才免遭一死。即使他对岳飞佩服得肝脑涂地，但经过这件事情，难免他的心里会留下一个疙瘩。所以啊，这王贵是可以用的。这就好办了。
看您了。这次回来，就真的不走了。爹，这次你真的不走了？不走了。你们知道奶奶的坟墓为什么向着北吗？唐寅在北面，奶奶临终前就想回老家，和爷爷葬在一起。可是，爹有生之年是回不去了。奶奶的这个心愿，我是完不成了。你们要记得，如果多年后收回了故土，你们一定要把奶奶葬回老家。你看你，怎么那么不小心？一点小伤而已，看你紧张的。扎在你身，痛在我心。你呀，什么岁数了还这么皮？你说的，我不紧张，你紧张谁呀？你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，真的是委屈你了。当初我嫁给你，就没打算享清福。这么多年，不也过来了吗？我是说真的，我岳飞为了朝廷，为了百姓，一片忠心，问心无愧。可是对你，我有太多太多的自责，太多太多的愧疚。我已经想过了，我的前半生许给了朝廷，我的后半生全部都许给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你开心的时候，我就陪你开心；你不开心的时候，我就逗你开心。就这样牵着你的手，一直到我们老死。你说好不好？以后你要做什么，我都跟你在一起，你甩不掉我了。这也太早了，真想回去再睡一会儿。你这个笨蛋，一会儿看日出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天天都有日出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你还天天吃饭呢，有什么好吃的？小心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太阳要出来了。今天雾这么大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日出呢。我相信，只要想看，就一定看得到。老天爷保佑保佑，雾快点散掉，让我们全家人一起看个日出吧。嘿，快看，雾散了！哇，好漂亮啊！真好看。是啊。好看吧？在庐山2年了，真没白来。没想到江山秀美如斯，真好看。这就是我们的大宋，这就是我们的江山。
虽然没有拯救天下，但却拯救了江南。江南如果没有你，又怎会有这一方乐土？你既然回来了，就不要再去想国家大事了。不想了，不想了。大事不可为，便不为；放下了，我便放下。小娥，我们做了20载的田园美梦，就在当下了。一生如此，我便足矣了。张将军，岳云，先说。岳云，咱们屋子里遭贼了。先说啊，这贼头上缺根筋呐，偷什么也偷不到咱们屋里啊。咱们屋里只有个穷字可偷。我看这事儿没你想那么简单。这贼翻箱倒柜的，偷的是咱们的往返行文。行文？什么行文？过来。就是去阅军楼的那份。去阅军楼？阅军楼可是公事公办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呀。你说的对。启楼的这个行文，你爹并没有批，只写了“错字别作破画”这6个字。当时我心里不痛快。我们打了20年的仗，最后想弄间瓦顶屋都不行。要我别做破画，我可没有闲工夫来破画这事。毕竟武将不惜死嘛，连死都不惜了，难道还会惜一座屋子不成？现在看起来，你爹有远见。岳云啊，朝廷啊，就是看不得我们这帮铁哥们儿聚在一起，怕我们没事就会嘀咕如何连接和硕，指导黄龙的事儿。我觉得你爹有3只眼，他把事情看得更透，看得更深，看得更远。先说啊，我怎么看我爹他只有1只眼呢？在京城待了半年，每天跟皇上面对面的，怎么就看不出来皇上对他安的是什么鬼胎？岳云，你错了。其实你爹……两位将军，请赏光。请赏光。告辞了。张将军，岳将军，秦将军以武会友，我等特来讨教。好，请入座。诸位也都入座。今天在相国府以武会友，请大家各显所能，不要客气。20年前，岳云少将军的父亲岳元帅，便是在劲舞场上枪挑小梁王，
而拿到的相州第一勇士的头衔，从此平步青云，扶摇直上，官拜少保，南面为王啊！我代父帅谢过诸位。尤其是岳云少将军，年方22，久经沙场，冲锋陷阵，素有英名。今日，希望他能够在相国府一展岳家8大锤的绝招，让我等趁此机会，开开眼界。好，那我就献丑了。来，诸位，大家举杯为庆。禀报老爷，王将军来了。王贵给相爷请安。坐吧。谢相爷。来，这是本相珍藏了18年的绍兴女儿红。来，你尝尝。谢相爷。王将军，开门见山吧。本相今日找你来，有件事。